欢迎收看关键时刻。这个周末，中国人都非常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十里长街送雪峰。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人非常多，全部都来自张雪峰的告别式。这个人绵延至少有2公里之长，而且这2公里之长之外，各种的学生、各种的家长，年龄大小通通都有。而且更夸张是什么？是从早到晚。通通都有人，而且你看到另外画面是张雪峰的花圈，甚至已经摆满了整个告别式的现场，甚至鲜花店还紧急补货下去。但大家看到这边，总是会有个疑问：张雪峰不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中国会内卷，都是因为他吗？他今天把家长、把学生快逼疯了，跟大家讲说要努力，要继续拼下去。但是他不幸的是，41岁他猝死了。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多人上街头去悼念他，去他的告别式呢？很简单，他就是这一些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投射。大家心想，我努力了这么久，我拼了这么久，如果我跟他一样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如果我猝死的话，那我未来还算什么呢？所以它是一个投射，是一个中国的不满，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上街，这个所谓的告别式，就是一个投射心态。而这个投射心态，就是中国当局最害怕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一个画面，这是在北京的长安街。北京长安街现在竟然在天安门附近有这么多的军警。都在站岗，甚至有非常多的政报车跟警车直接把天安门的门给关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是像是张雪峰的这一把火，千万别烧到北京来。所以松哥，为什么北京现在跟全城戒严没两样？因为除了张雪峰的告别式之外，你看到这个画面太吓人。就在北京，竟然有人开小山猫。我们在讲有限中事件。他真的是来献忠的，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话，北京呢是全城戒备。为什么这样呢？第一个发生了什么？北京居然有人呢，这个开着这个小山猫无差别的这个撵人的这个状况。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在中国是封锁相关的消息。那听说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的一个状况。现在就开着小山猫这样闯进来，他是直接这样完全没有刹车，看到什么他就直接撵过去，而且直接缠起来。而且这是个市集哦，你可以试想在市集的过程里面有多少人，他就直接开进来。那你看大家都赶快去说发生什么事？你看呢，撞的这个很多市集都这个歪七扭八，完全都被他撞的这个满目疮痍的状况，当然有人伤亡。那现在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已经被中国封锁。好，那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新闻？因为事实上为什么会有限中事件？当然对社会的不满。对，好，那对社会的不满来说，这个周末大家又来说看什么消息？就是十里长街送雪峰。就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张雪峰，那张雪峰来说，为什么我跟他讲，为什么中国会非常紧张？甚至他们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有非常多保安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跟他讲，中国每一次只要有人过世，很多人出来帮他送行的时候，都会引爆政治的危机。为什么？我们只是讲过6四为什么会有6四？胡耀邦过世。很多大学生出来为了纪念胡耀邦，造成了6四事件，就是这样来的。对，所以这一次你看有这么多人，我跟他讲，十里长街送雪峰。十里长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被写到十里长街之前是送什么？送周恩来。送周恩来当时也引发了一个学运，叫6.5学，那时候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又来这么多人，又来了之后，中国当然很紧张。会不会又来这样的事情？尤其他们看到这个画面，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都是大家要去送张雪峰老师哦。有很多人呢，千里迢迢从这个外县市跑到了苏州，跑到苏州之后，他经过的地方，大家都给他鞠躬敬礼这样一个状况，甚至还有人跑到他的这个殡仪馆所在地，你看这边献花圈有一大堆都这边哈，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么多人送雪峰，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讲这是一种投射。当时的大家送周恩来，是因为大家反对所谓的文革，大家不要文革，我希望说能够不要文革，所以我为了这个周总理，我去送行他。对，第二个6四为什么当时这样？因为胡耀邦是个开明派，他对很多学生都非常宽容，所以很多学生为了他宁愿去送他一程。那张雪峰代表了什么？
代表就你是我们有同样都是平民，对，而且他戳破了很多中国，因为他常讲真话，我们都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而且你不会骗我，对，其他人会骗我，对，你是带我要听真话，是看清事实的人，对，因为他戳破很多虚假。譬如说他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就说什么500强的这个企业都说学历不重要。但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他们说的都是假话。他就是讲这种弥漫这种浓浓的底层之怒。很多人因为他会把张雪峰投射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也是来自普通的家庭。然后他就说，大家都说学历不重要，他说根本就是屁，他就讲了很多中国现实的状况。现在很多人就这样，都完全投射在身上。再来就是说，他那么努力的工作，结果他也是很年轻就走了，41岁就走了，过劳就走了。很多人就很担心，我这么努力，就会不会有跟他一样，没有享受到成果，我就过劳死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讲了非常多。你看，他就说，中国社会何不食肉糜的多，说漂亮话的多，说场面话的多，但设身处地说大实话的少。所以他为什么大家会想念张雪峰，就是这个样子。叫做什么？张雪峰是一个稀缺资源。对，所以我才说中国都太爱讲那些微博的。所以那我跟你讲，那这个中国的官方看了这个会怎么办？谁最会讲那种漂亮话？这是官僚啊！对啊，所以那些官员啊。所以为什么他过世十里长街送行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官方要把这个天安门或者很多重要的地方要封起来，因为他很怕。会不会形成一种风吹草掩的这个现象？而且为什么说北京它真的是会怕？我们在看到那一段画面，送人的这种人龙竟然绵延了2公里之长，甚至我们还拿到一段什么这个缩时哦，4分钟哦，对，4分钟的缩时，对，跑得非常快，对不对？对，没错。4分钟过后，我还没看到尽头。对，所以那个人太多了。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呢，真的就出来送这个张雪峰，还有人这个赶路进这个苏州城，结果苏州城呢，还因为这样子高速公路塞车的一个状况。对，那我们就看到，你看很多人就到了他的这个殡仪馆，殡仪馆的地方来说，这个堆积如山的花朵，一朵一朵的，那一个花圈花篮一堆一堆，然后花圈在这边一大堆。他就说呢，有400名骑手接力，然后帮全国网友代送鲜花，你就知道说这个400多名骑手都往告别式现场送花，就是花太多，全国各地一大堆这样送进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而且甚至连当地苏州的花还一度出现缺货，因为都要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知道是非常夸张。那甚至还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外面，你看车尾就写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挽联啊，像雪峰先生千古啊这样一个状况哈，就是他的这个挽联就写在这边。那不止这样，还有呢写了什么拿了那个录取通知，因为感谢他的这个在网络上的教学啦，或曾经上过他的补习班。你看很多学生真的就非常难过，他的这个灵车经过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在那边自动自发的就跟他敬礼鞠躬这样一个状况。这个画面，如果是中国政府看到，对。真的会唰了一蛋，是这个人竟然让人排一排那种感觉，对，然后再跟你鞠躬，对，这什么状况？是没错。那网络上还有人说，你看百姓心中有秤啊，对不对？人民心中有盏灯，就像明镜一样，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愿有后者提着他的灯，沿着他的路照亮世人。很多人在网络上缅怀这个张雪峰，甚至还有各地，你看这各地还有这样啊，你看。这个在这个济南这个地方，你看你能够考上，你一定能够考上，这是张雪峰的名言。那张老师一路走好，你看很多人在网络上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悼念他的这个画面，所以讲这个在这个周末形成一种所谓中国非常强力的这个网络播放。好，网络播放的时候，我就去跟他讲，那你就讲，没有错啊，那这样的话应该会登上热搜啊。可是赵恒，你看热搜里面来说话，没有他的消息，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太过明，我就讲过，因为葬礼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波动太多了。我讲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个十里长街是因为要送周恩来这样一个故事。周恩来那因为当时你看也是天安门广场上面都是人，北京城都是人，要送周恩来周总理一程，所以后来就触发了这个学运，就是这样。周恩来过世的时候有触发过学运。另外紧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6·4，然后还有另外。2023年的11月2号，当时谁过世？李克强，中国前总理过世。对，突然之间可能就是也是心脏病就没想到很多人你看在这个地方，也是在长安大街，然后在八宝山公墓，从北京城一直到八宝山公墓，当时有这么多人。对，你看，那这么多人你就知道为什么也是这种投射。对，为什么投射？
他们投射就是李克强懂经济啊，你习近平不懂，对不对？那这样呢，他过世的时候那怎么办？我们中国经济未来谁来扶持？所以你看，大家这么多人在悼念他，而且这会让习近平看到非常非常怕。这跟我们怎么之前看到什么去雄安新区那些演的不一样，是人家是自发性哦，是自发性的去缅怀他，对，因为他让他们当时的生活是好的，对，没错。对执政者来说，最害怕的是什么？这些民众是自发上街的。而且是真的这样起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被谁动员，会不会谁挑动起来？当时就是李克强那种花圈。那种摆非常非常多人上街，非常非常多，大家拿那个花，甚至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但是跟我们这次刚刚看到的张雪峰，对，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一样的花圈，对，一样的摆放的方式，是，而且这一次更夸张是全国动员，请旗手。对，来送花的。对，所以我才说嘛，上次是在北京，李克强的这个葬礼在北京，这次是在苏州，那一样全国都各地在在悼念他。我觉得这个让中国执政者当然非常非常担心，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要封住这个天安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最近在北京的时候有爆发另外一个就是无差别的这个撵人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的，对不对？有一个这个算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开着这个我们叫小山猫，然后往市集冲过去，对，然后一路冲，你看他一路往市集冲，那边里面很多人，他从市集的门口一路往里面进去，对，你看里面进去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看画面，他开过去的时候，他很快的速度开过去，然后开始撵旁边的，你看在这个所谓的很多摊位上面来来回回，你看一直不断这样撵，他是无差别式的，看到什么他就撵什么。对啊，那你看很多人看到吓到，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人什么，他现在拿东西丢他，对，下来，有人要丢，对，有人要丢他，赶快把他打下来。那甚至后来就有很多人，因为他撵了很多地方之后呢，很多人就上去，爬上去的时候就把他抓下来。那很多人说，不行，他要掉头了，赶快跑！当然你看很紧张，对，因为他又转头过来，你不知道他要撵你。然后后来很多人就赶快这个，你看一直在那边撵。后来是这样，出动了非常多台车，而且你看有一个红衣人穿上去之后，把他揪下来，对，把他揪下来之后，大家就揍他、打他、揍他、打他这样的状况。那好，那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形，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受伤了。因为这个摊位被撞翻，很多老人在里面就受伤啦，血淋淋的一个状况，然后整个市集都是一片狼藉，原本有市集的，现在变成是几乎是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是什么？为什么是用马赛克跟黑白的方式？真的有太多人是倒在地上，对，那个场景是很可怕的。你试想，一个山猫这样开过去的时候，压到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当然可能是我根本没办法跑的，对，或者说你可能当场就会往生都有可能。那于是呢，非常多的救护人员就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就当地也启动了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救护车就来这个地方，送了非常多人走。那就网络上，因为目前中国官方没有说多少人死，但是有人就说，大概约莫，如果我们当场看到有人在这个当场就是说，搞不好有13、14个人不幸往生的消息。所以钟哥，我们从这样一路看张雪峰的事情，这么多人上街，这是一种宣泄的方法。刚刚那个小山猫司机就是过激的，更多的这种宣泄方法。没错。我们这样说，现在中国人那种投射，中国人那种压力，对，真的已经慢慢膨胀，随时都要去爆发的。对，没错。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呢不好了一段时间，民众面临到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会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这样。发泄到了一个就是这种宪中事件，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人啊，就是这个是网络上的报道啊，对不对？他就说这样子哈，这大事件死伤了不少。听说警察跟铲车上拿下来好几10公分的举报材料，所以当年他等于是他可能有举报资料这么多，但是没有人要去听他讲什么。是。我干脆算啦，我就死好啦，跟你拼了，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对，这个网络上报道就只有这样，看。房山一个铲车失控闯入这个市集，目击者称当事车辆横冲直撞，司机已被警方控制，就这样简短的这样，没有任何的消息，结果没了。对，没多久就没了。还有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因为什么？因为不行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对，好，那你看现在目前为止网络上也没有这个消息。原本抖音或是说这个微信有这个影片，现在也都没有了，好，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是中国看不到的画面，他们官方已经封锁这样的消息。好，那因为发生这个事件之后，还有包括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张雪峰的这个葬礼，所以让这样这几天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很多人民众经过这个天安门、长安街，发现怎么这个军车又来，然后怎么又把路就封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这个封不是只有短短的哦，是他这个车其实开了非常非常久，对，他就一路看之后，军警还有那种警车，还有什么震爆的那种车子，感觉
全程都在要小心，要戒严那种味道。对，所以很多人就闻到不寻常的味道。你可以看到在长安大街上面出现这个所谓有一点这个警备森严的味道。好，那除了这个警备森严的味道，说这几天的时候刚好有一件事情又发生，让人家闻到其中不寻常的味道。我们讲中国任何的领导人或者前任领导人的出现，在公共场合上面都有一定它的意义。这里面要拍到什么？久未露面的温家宝温总理，他居然现身在这个中国科学地理跟这个所谓的资源研究所，这样，然后他还出来让你拍。让你拍之后还跟大家挥手，这样子说话，所以这样这就很不寻常了。他是这个官方人，有时候让你出来之后，你不能够拍，你就是不能够拍，你可以拍，当然就是这样。而且你看，这个中国科学院还有有关方面都没有揭露这个行动，但是旁边居然有很多民众在等着他。这很奇怪。上次看到温家宝的时候是在阅兵典礼上面，是没错。结果这一次在这个时间点，温家宝他又出来了，而且他没有很低调啊，他出来之后挥手之后还拱手抱拳哦，对，等于是什么？他也不怕被拍到哦。当然不怕被，这很奇怪，这一定是官方有合可的一个活动。好，那你看他先对前后打招呼啊，然后这样一直打招呼，然后很开心啊。然后回去的时候，听说他原本还坐错车，这个后来保安人员说，没有，你赶快要坐上你的正确的车，那一定前后有4辆车这样子，那他居然出现在这个场合。好。这闻到什么不一样味道？因为温家宝过去他是什么？他是管经济的，对，他曾经他是在胡温时代管经济。为什么大家会欢迎他？因为胡温时代的中国经济是非常好的，对，虽然说有经历过这个2008的这个金融海啸，但是中国都救了起来啊。但是现在的金融危机，请问有谁能够救得起来？没有人。那这时候温家宝又被人家拿出来，是怎样？难道是习近平要找这些老臣，或者说找这些过去的这个所谓算是整个老长官出来救市，还是这样？不知道。所以他说这一定释出某些讯号，我们就慢慢观察，是不是意思的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来说习近平可能认为说我的路线是不是需要改一改，出问题了，还是要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这个当然跟接下来的川习会都有相关，是不是他有的方向要转变？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重大的这个决策会有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们就再继续观察下去。请问老师，我们刚刚看到什么？这种社会压力，这种完全出来，中国怕的要死，赶快压。但是今天这个画面我看到的时候，我吓傻，怎么会有人开坦克车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他放了个烟雾弹，竟然往高台的长官这边炸？这画面出来会杀头的吧？你看到？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影片事实上已经被拿掉了，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战车对04B 式的这个步兵战车。这步兵战车呢很好玩这个影片呈现出来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到那远方的那个土堆上面有一排这个长官站在那边，有没有？那解放军结果在这个他炸长官，这在过程当中呢，竟然烟雾弹丢到那个长官那边去了，哪有那么准的？那土堆那边上面的长官呢，全部都跑掉了对。那你看到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画面第一个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去拍摄这个影片的？这很明显是有人拿手机拍的，类似手机。也有人说是头盔上面的摄影机，对。但是看起来不太像头盔摄影机应该是有摄影机拍，而且它可以发到网络上去。然后，但是后来呢被拿掉了。对。这一部战车呢，其实是中国预备他们北方集团准备到销售到海外的一个重要的战车。但是这个战车呢，有一个状况，就是说那个主炮没有打出去的情况之下，那个副炮的这个烟雾弹竟然打到这个他们官里那个长官，那个嘣一声，你看而且那一个放炮的那一个赶快喊完了，他说爆枪了，出事啦，太尴尬了，快走，我放枪了。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要出口的这一型号的战车，你竟然还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去放炮，而且还放错炮。对，这什么意思呢？这中国的战车可能随时是因为人为的因素来讲的话，在战场上可能无法像美国一样，美国是用精准打击的。对，美国的战车现在应该是用所谓的自动标示的。对，所以你要发动这个所谓的放炮出去，要精准命中你的目标，怎么会精准命中他的长官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这如果是一般有什么，还是他真的想要打长官？刚刚他打完之后，他是用笑的，是他不是说完蛋，他是笑哇死的那一种而且感受到这个放炮出去之后可以这么精准的命中到他们的长官来讲的话，感觉似乎好像是一股怨气
想要去打他们长官的那种感觉。也是这种感觉。所以平常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对他们不好或怎么样之类的啊。对啊，但是呢，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这影片怎么会有人在上面拍？第二个事情怎么会流出来？这不就是解放军？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已经丢脸丢到家的画面，怎么会出来？对，因为这型号的这个战车，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对。但是后来他们已经准备要去外销，那外销的时间点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布局了。他们对外来讲要以 VN11西式的这个步战车，然后来这个外销到海外。对。那甚至俄罗斯的媒体都还称赞说这个战车是好的。结果没想到，给他出这个包，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战车是可以打长官的，然后到最后来讲的话，真的卖出去的话，那不是所有各国的将军们可能要被歼灭掉了。对，所以这个事情来讲，之前川普不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武器都是废铁吗？对。那像这一种来讲的话，它可以精准命中自己的长官。那这种来讲可能会变成团灭，你知道吗？团灭，就是大家怕的不是所谓的敌人，是怕什么？怕猪队友，不是吗？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战车都可以搞到这个样子，然后没有办法精准命中来讲的话，那这种战车到接下来能够外销的出去吗？中国军工业又能够卖得出去吗？就没了嘛，这个市场又没了嘛。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有人在内鬼，有人在搞这些事情，然后刻意的把这个事情放到网络上，让大家认为说这种战争是不能买的。滚哥，我们刚刚讲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事件让中国这么紧张？因为那种社会压力过就要爆掉，因为你错误的政策真的会害死所有中国人民。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过去我们讲大跃进的时候、大炼钢的时候，造成什么？全部大饥荒。而现在中国又在干以前一样的事情吗？你跟我讲说，现在叫做 AI 大炼钢，大炼钢到怎么样 ？DeepSeek， 你看到这个，它崩了。它竟然大宕机12个小时了。没错，中国进入了大跃进，人人都有 AI， 人人都要大炼钢，人人都盖高炉，但是用在 AI 上面，所以 DeepSeek 宕机了。宕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算力被滥用跟资源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对，它有非常多价格很低的使用方式，额度很低，所以很多中国人就把它滥用啊。厉害人还是用什么脚本来去刷票、刷演唱会票，或去重复做无意义的事情。那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大量的去做降板压的影片，那人人都像运动一样，我都要用 AI 来做一个影片，它的成本很低，它可以用快手的可伶或字节跳动的几梦，那一个影片其实很低，但是人人都想要大跃进，人人大炼钢的时候，一个影片的算力消耗不多，但是几百万上千万人的时候，它对 AI 的耗用 GPU 的使用负荷就会非常的高，那但是它产生的价值很低啊，因为不停的洗脑，所以流量就会耗得非常的快，最后还恶性竞争啊！你推100片，然后他推1000片，最后叫几何式啊，你10这样的使用量就会真的非常的多。那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都需要用石油来搬东西，结果你拿石油去怎么运没有用的石头，那真正大家用这些石油的时候，就没有人用得上了，所以变成中国这样怎么样？在人人都在做 AI 影片，人人在浪费算力的时候，人人都在凑热闹的时候，算力就不够，所以DeepSeek就当了12个小时。更何况中国本来算力不足，但是美国的 OpenAI 的 Sora 其实就预言了这件事情。最近那个 OpenAI 的奥特曼把 Sora 给关掉了。Sora 不是很好用吗？大家都在抢着用啊，怎么突然关了？它问世的时候被称为是 GPT 以来最厉害的东西，大家都研究它怎么用。确实，它变成是非常好用，可以做出高品质的影片。对，但是美国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 AI 像是运动一样，人人都要跟上，好像一个是用了之后被强国。可是美国是怎么？不赚钱的东西就要关掉。那为什么要关掉？我们来算一笔账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今天 DeepSeek 就会宕机，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它每天呢，大家就很好用啊，所以一下子就有100万的会员。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它一天生成1130万支影片，一天的算力支出是1500万美元哦，等于一天就要花4.8亿，有这么多人用，很成功啊，就跟中国一样，现在人人是降板鸭，人人是狐狸啊，结果他收入多少呢？问世到现在只收入210万美元，他每天要花费1500万美元，然后到现在总收入210万美元，1000赔惨了吧？一比2500这么大的差距，所以《华尔街日报》在Sora的Twitter 账号上面就讲一句：感谢你们的创作，谢谢你们。
非常寥寥的一句话，但是代表是什么？美国人是很认清楚一件事情的 ，AI 的发展不是运动。而是商业赚钱了才走得下去，要看你的算力能不能撑得住。这样烧下去，谁受得了啊？没人受得了，算力是不能浪费的。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人人都要 AI， 人人都要使用的时候，所以阿索比为什么要告中国 AI 公司你偷我的算力？那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旗下的 Cody 了，他的去算说，我的全世界 AI 算力如果用1的话，那谁用的比较多，谁算力比较丰沛？那北美你看人家可以用1。美国是3.69倍，那加拿大是3.15倍，那欧洲国家大概1点多，那有一个国家就很强，它算力非常的多，用也多，以色列4.9，那北欧当然也不错。那我们来看亚洲国家。新加坡果然要出来了，所以新加坡跟以色列其实是 AI 应用非常的强国。4.19，对。好，台湾是1.7几，那我们要小心哦，我们比日本高，但是韩国用的比我们多。对。那可怜的是中国，它没有使用，它的算力对外算力是被封锁住了。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有一些黑暗大陆，它是黑暗大陆，它完全没有在使用的，就是跟非洲差不多，跟格陵兰差不多，格陵兰没住人嘛，所以它就是一个黑暗大陆，算力不足啊。当人人用这个时候。难怪 DeepSeek 要崩掉。好，那中国偏偏要陷入什么状况？当人人都在大炼钢的时候，它的4巨头已经陷入一个很严重的叫 AI 不是缺晶片，接下来 AI 要内卷了，卷下去，中国会死得更惨。那这是日经的统计啊，到2027年啊，中国 AI 4巨头阿里巴巴、腾讯、那字节跳动跟百度，他们总共今年要花840亿美金哦，投入非常多的 AI 设备哦，投很多。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现在是在赔钱的。用阿里巴巴来算的，它利润是下降67%，已经连2个季度利润都往下掉，代表它投了钱越来越多，但是没有赚钱。这跟 OpenAI 为什么关掉 Sora 是一样的道理。美国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美国非常简单，有赚钱我继续做下去，没有赚钱我断舍离。但中国是，就算没有赚钱，我还是要继续做。完全没有要止损的意思。伟大民族复兴变成一个运动，就跟当年的大跃进一样啊，饿死最后会饿死人嘛，最后钢铁炼出来是不能用嘛，所以你看啊，你查他们新闻就发现他们推的东西都差不多了，孙悟空啊、72变啊，还不是在制作影片或者是会议，或者是互打，腾讯打阿里巴巴啦，然后百度打腾讯啊，打来打去都在抢这些人啊。最后是什么？他们讲中国在大内卷嘛，因为业务都差不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办法赚世界的钱。什么叫赚世界的钱？我们来看2月的时候，中国不是都在养龙虾吗？对 ，Google 干了一件事情 ，Google 在我们的韩式爱美酒店开一个叫 UCP 大会，他已经开始在算一件事情了哦。当大家都在用 AI 代理人的时候，他要打通整个 AI 世界。我讲的不只是台湾哦，是全世界哦。所以他把 Momo 啦、全联社啊、美联社这些人找来，他告诉什么？他现在要告诉你说，以后我训练出来 AI， 假设你是张超好的 AI， 你说你要吃一只酱板鸭，是真的酱板鸭，然后请 AI 来帮我找，娟妹来帮我找，他就会找出全联、美联社谁的比较便宜，谁有优惠。那你只要说 AI 帮我买，甚至连后台的 Visa、Master 这些都直接结账了。所以它等于是把它应用落地在台湾，而且把它串联起来了。就是一个高速公路。这里面有一些有一些必须要协议的是，你的账号全部都被打通哦，你的 Gemini 的账号跟 Momo 的账号，或者是其他的 Visa 的账号，全部都打通，变成是一条高速公路。那这里还不止打通台湾而已哦，把这张图摊开的时候，就会看见美国的 AI 4巨头是把全世界都打通了。接下来他赚全世界的钱哦。啊，这一笔中国就出了大问题了。中国只能内卷，为什么？第一个，中国是没有办法跟世界打通的，对，因为它资料封锁，你在中国不能用脸书，你不能用 Google 啊，他不愿意跟别人打通啊。第二个，他用的是人民币，对，他没有跟世界连结嘛，所以他想要赚世界的钱赚不到，那结果人家美国4巨头不好的东西就把它关掉嘛，收了就把它关掉，不赚钱就关掉，能赚钱的就开始继续打通，所以他 AI 代理人。以后是真的会赚钱，不是在浪费算力啊！结果中国花了一大堆算力养一些小龙虾，当然没有，不是说完全没用了，但是你没有看到它，你的赚钱到底钱你有没有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那你这里相信他会赚到吗？他当然会赚到，所以一场战争看到
中国其实是在玩 AI 运动，那这些在玩 AI 新科技跟新应用，而且是能赚钱的。宇轩，今天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吓傻。我们都知道，你在 AI 可能中国赢不过美国，但是你不是在你的这个所谓的高铁，甚至在你的电动车上面，不是说自己非常强吗？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高铁竟然停电，停电之后，广州高铁站困了5个小时，没有水，没有电。是什么人间地狱啊？因为中国之前呢不断的追求所谓的量大岛基建狂魔，但是呢这一次的高铁停电事件呢，把他们打回原形。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停电断电这个全世界各地都会遇到，但他为什么遇到这个状况呢？是因为遇到所谓的天灾，也就是在广州铁路这个地方呢，刚好有所谓的强降雨。但我讲了，哪一个地方没强降雨？有所谓的龙卷风，所以导致呢，包括了南广到佛山以及呢荔湾这一带呢，全速的这种电路系统以及铁路系统中断。来，其实我就现场就看到这个画面，整个列车全部断电，没有光，没有空调，人挤得跟我们讲沙丁鱼的罐头一样。照，如果这次换成世界其他国家，你猜会怎么着？是不是把门打开，大家赶快沿铁路沿线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结果不是，他们足足在里面来，共产党厉害的来了，困了5个小时。真的假的？对，我会闷死吧？对，问题是来咯，你讲到一个重点咯。首先到3个多小时的时候呢，才终于开始有人出来讲话。列车长说目前状况我们这个铁路遭遇到这个天灾的问题所以因此这个电呢目前没办法疏通，所以请各位乘客坐在位置上好好的这个休息。他现在说小孩子一直在叫，又有人热到我们讲的准备烫大贴全身都要脱光了。然后你跟我讲说3个小时跟我讲第一句话是立得卡林奶。也没有别的解决方式，然后呢，就有乘客受不了，说我砸窗不然我们这样呼吸不了空气了，没空气了。然后就列车这个车长就开始讲了，不许砸窗这是属于国有资产，不许砸窗。他就说不是搞什么东西，他就完全都置之不理。而且最可怕的是5个小时后，车门终于打开了。对，乘客说什么2块多，不是。你5个小时前把它打开会很难吗？对，所以代表说他们的紧急应变处理有非常大的问题。在第2个，代表说呢，他们整个铁路沿线在盖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思考到说出现这种意外状况，你该怎么去做。所以你知道整个时程表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我看到这个时间我都傻眼了。来，我们知道有延时5点，有50分，有1个小时，在台湾就被骂爆了。来293分，262分。256分，全部都200多分钟起跳。来，你如果觉得这个状况已经很危险了，我要跟你讲一个更恐怖了，他们还要再继续盖。你知道这一次他们要盖在哪里吗？他们说科幻要走进现实了。我们总共投资了5000亿的人民币必须要在长江的上下游进行相关的高速铁路的投资以及规划。他要盖在长江底下，还要盖？那我问你一件事情，还盖长江底下？我问你一件事情，如果长江底下遇到这种事怎么办？我就死了。对啊，你如果遇到这种事你怎么办？你这时候不是打开窗户可以解决，你也不是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你要他们困在长江底下，然后跟我讲说，然后呢，你有看林来吗？我想更可怕的是什么？你不要讲说地铁，不要讲说地下，连路上都有危险。我们讲说他们大国的骄傲，华为的这种问界汽车，就最近呢又开了自动驾驶开着我不知道他们对绿色是不是特别过敏、特别敏感，看到绿色就会想到我们讲的暴怒。整台车骑到了绿化带上面，也就是我们讲的安全岛、人行岛。它不是有自驾吗？对，智能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能的。对，智能因为他们怎么看到这个绿色就直接冲上去？以前叫自动驾驶，但是因为后来发现实在太不安全，所以改成智能驾驶。这智能驾驶就是你有智慧的就不要开那个驾驶，叫做智能驾驶。所以整台车这样骑上去之后呢，更危险的来了。这个东西只是伤害自己而已，你至少不要去赖到别人。对，没有想到2026年3月9号，最近呢，在我们讲的窄水镇这个地方有一个319大道，来，就你看到这台车，有一个小朋友突然间跑出来，各位他撞到那个小朋友，就足足拖行了大概13秒钟，车子才停下来。来，你仔细看左下角有一个蓝色的标志，那个小孩子很小后来那个 B 他才呢反应出来说，原来我撞到东西了，改成手动驾驶。但这个小孩子才2岁，那我必须要帮这个小孩子讲句话。很多人就会讲说小孩子突然冲出来，不是你仔细看他这个小孩子呢，在车子靠近的时候，他人已经站在路中间了。我跟你讲，你有用过自驾系统都知道，像我，比如说我车子常常会突然急刹，知道为什么吗？有机车从我旁边大概3公尺飙过去，还没有碰到我3公尺而已，他就哒哒哒啪，它就自动就停下来了。这才是正常的自动驾驶。对，而且我的还不是最新的我还不是黄仁勋那边秀的那个所以呢，代表这个自动驾驶连这个小孩子早就在远远大概50公尺处的时候，你没有都没有侦测到。他也没有停下来，
但这人撞到之后也没停下来，然后就这样一直往前撸，往前撸，往前撸。结果有网友把这个影片抛到网络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是说这个家属得到赔偿，反而是这个人呢吃官司。因为呢，他们就把这东西贴上去说，你这个鸿蒙这个 NCA 有非常大的问题耶。就他说，你不许发我们华为啊这种负面消息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行为啊是造谣啊，不传谣不信谣，我们把他告上法院。所以马上这个人就说，大家啊不要再发关于华为任何东西了，我发的视频啊，华为报警好牛逼啊！然后就把所有事情下架，甚至呢要他签一个保证书说，保证你再也不散播华为任何的负面消息。但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汽车到现在为止这么紧张吗？出大问题。我们讲一个广汽，这个都是中国官方的，我们讲经营。来，不讲别的，这是它的净利。净利我们讲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 EPS。暴跌，去年呢本来大概赚8亿了，今年赔87亿了。我讲完了哦，这是人民币，去年同期赚8亿。这是广州汽车集团，怎么突然间直接暴跌这么多？对，而且他都要附注原因嘛，他要跟投资人解释嘛，他说受汽车行业竞争激烈啊，什么乱七八糟。我直接跟你讲个2个字啊，内卷，就卷爆了嘛，就内卷，把他们自己公司卷到整家公司都没获利，削价竞争，砍价再折价，然后又没有补贴，所以呢跳楼。我们讲啊，再来比亚迪，这也是号称我们讲龙头，结果没有想到了，来更可怕的数字来了，这是2025年、2024年，是2023，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营收从每一年都逐年的在增长。而增长幅度到今年还有4%，结果没有想到它的获利来哦，2023年的那时候是3开头，就到2024年的时候4开头，就到2025年的时候又掉回去3开头，换言之变成只有320亿人民币，代表它的利率也在大幅度的衰减，年减19%。也在逐渐在赔钱嘛，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况伴随着中国内部经济的我们讲的萧条，它只会持续的恶化。但是偏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中国的汽车它经营了养了非常大的无数人口，他们没有办法容许这个失业率持续的上涨状况下，必须要赔钱也做，大量也做。滞销也做，那想尽办法呢，能倾销到海外，但现在又被美国封杀，所以这换成一个是死胡同。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你仔细想，习近平呢，为什么这时候想尽办法呢，要去把这个焦点从他们经济转移？因为真的惨到不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